係各位網友嗱，呢條片係講中國停止買 NVIDIA 晶片呢件事。我係由兩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嘅。一個就係中國嘅角度，究竟中國唔買 NVIDIA 嘅晶片，佢點解咁做，對佢同佢啲公司帶嚟幾多個影響？第二就係從 NVIDIA 嘅角度，NVIDIA 會唔會損失好多錢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有投資 NVIDIA 噶嘛，咁我亦都好多網友投資咗 NVIDIA， 咁我咧係會解釋俾大家聽呢個人嚇。好啦，嗱，介紹一隻好好嘅產品俾大家嚇，呢個新科技產品，呢隻瘦身咧係終身事業嚟嘅，呢一隻嘢係令到你瘦嘅，叫做美體素。呢啲咧就好黃道嘅嘢，係有科學根據嘅嚇。佢有兩樣嘢，一樣咧就叫環弧精，佢係由粟米提煉嘅膳食纖維，親近油性，疏遠水性。佢同食物一齊消化嗰時咧，會包住咗啲油嘅。一包美體素有2.53克 A 環弧精，包住咗22.77克嘅油分。呢個就好重要，你唔會吸收啲油，抑制咗嗰啲油。減少個血糖嘅波動，增加飽腹感嚇，減低對糖嘅吸收。第二樣咧就叫做呢個抗性弧精，抗性弧精咧係促進腸道健康嚇。等佢入到你嘅胃入邊咧，佢漲咗15至30%，吸咗水之後咧，飽嘅感覺多2個至4個鐘頭，低熱量，水溶性纖維。對人體好有益嘅，而且係8無產品，冇糖、冇膽固醇、冇脂肪、冇飽和脂肪、冇反式脂肪、冇色、冇味、冇臭，可以加入任何食品飲品一齊服用。你上網 search 呢隻係貴嘢嚟嘅，呢隻係貴嘢，但當然係平啦。每盒14包，每日1包，14日份量，你試一次。會員原價180蚊，9折，第二入7折嚇，即係百幾蚊嘅應該係令到你身體自然纖瘦，有高度科學根據嘅嘢。咁聽晚當然有直播啦，其實我好高興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我哋聽日我就約咗啲網友去睇故宮博物館。其實咧，我更加想去睇乜嘢咧？再去故宮博物館買多啲國寶翻嚟，呢個係展覽俾大家睇下。即係當然係仿嘅國寶啦嚇。我最中意買假嘢，買 A 貨咁啊！呢個係。然後咧就係聽晚食飯，後日大後日2日就去去旅行，同佢哋去台灣去旅行，好開心。我哋一架大巴士坐晒呢個人。北京近日突然之間命令阿里巴巴、字節跳動科技巨頭全面停止採購輝達 RTX Pro 6000D 晶片。呢個唔係主力嘅模型晶片嚟㗎，但呢個都係 AI 晶片，即時終止測試及下單計劃。呢個係輝達專為中國市場設計嘅特供型號，原本計劃出貨幾萬粒，禁令發布之後，各企業已經通知啲 server 供應商停工。呢個係一種特供嘅晶片。呢次行動較早時期只係針對 H20提出嘅警示更加強硬。佢曾經咧就話 H20咧就有問題，叫人唔好買。標誌着中國第一次對輝達 AI 晶片實施全面禁購令，衝擊市場信心。呢個係當局同步對輝達展開反壟斷、反傾銷調查，結合採購禁令同行政檢查，形成市場政策雙軌並進嘅高壓管控，係要趕絕輝達嚇。黃仁勳咧已經做咗好多討好中國嘅嘢。冇用，佢而家咧
嗰個反傾銷咧就唔係嘅，就係 TI 嘅 Texas Instrument 嘅，呢個寫錯咗。反壟斷咧就因為咧佢買 Mellanox 嗰陣時咧就係應承咗唔會減低 Mellanox 對中國嘅提供嘅。結果咧就係佢將 Mellanox 有一部技術咧就用咗喺呢個 Neuralink 嗰度嘅結合落佢啲晶片嗰度，而係咧佢唔賣啲晶片俾中國，所以咧好可能罰輝達一筆巨款嘅嚇。呢個就係個反壟斷。央視喺官方報導高調曝光，嗱唔使教佢啦，本土晶片方案，強調佢嘅技術參數同生產能力。而家佢話我哋自己做到出嚟，我哋自己做到出嚟，強調自家嘅晶片係可用、可得、可信。首先，第一可以用，第二係有足夠嘅供應，而且唔係學輝達咁，可能咧就有後門。政府主導嘅智算中心工程同步加速，全力推進國產晶片取代輝達晶片，將市場嘅選擇題啊變咗係必選題，即係本來你可以揀輝達揀國產晶片，唔係，你就只可以揀國產晶片。個市場係要有時間，呢個我講輝達就已經係有呢個準備，但係咧就係呢個大陸嗰啲用晶片嘅人啊，佢係有一段時間去適應㗎嚇。中國曾經為輝達嘅第二大市場，2024年係喺佢度收入171億美金，佔全球13%。禁令若持續，會重創出貨結構，對整體營收形成下壓。呢個唔係嘅，呢個唔係事實，呢個唔係事實。因為今年第一季呢個美國政府停工 H20晶片嗰陣時咧，就已經呢個輝達就 write off 咗45億美金嘅 H20晶片，而且咧第二季咧係冇賣貨俾中國，喺第三季嘅 projection 咧亦都冇計到賣嘢俾中國㗎，所以咧對於佢嘅業績，佢嘅 projected 業績咧係冇影響。對佢如果可以賣，當然個業績會好啲啦。其實就係咁，但係對於佢嘅預測嘅軌道嚟講咧係冇影響。嗱，我哋睇下中國佔呢一個佢嘅生意嘅比例，曾經好高嗰陣時咧，你去到呢度嘅時候咧，係去到20幾30%，但係嗰陣時嘅銀碼好細啊，其實唔係嘅，真正起飛咧就喺呢度，輝達真正起飛喺呢度，呢個時候咧去20%，而家咧係跌到咧就13%。管理層多次強調喺中國嘅業務波動劇烈，策略轉係做一啲特供嘅晶片，維持最低限度嘅供應，降低過度保險風險，但係削弱增長動能，降低過度暴露喺風險入邊。嗱，佢咁嘅，佢永遠咧佢嘅策略咧就係咧，我要做一啲晶片供應俾你，係美國政府可以接受。而佢嘅能力呢，就係要好過大陸能夠做嘅晶片，咁於是呢，就趕絕大陸能夠做嘅晶片，因為啲人呢都係買輝達。舊年呢，就係呢 H20供應嗰時呢，大陸嗰啲人愛嚟做大型模型嘅晶片呢，70%係輝達嘅，70%依然用輝達晶片。好啦。消息傳出後，股價下挫3%。雖然市場預料美國客戶拉貨可以緩衝營收，但由中國佔比下降影響中期評價與本益比。你應該咁講咧，冇咗中國，佢嘅增長係少咗10%，佢少10%。但係嗰個其實係對佢短期嘅業績咧係冇影響。點解冇影響啊？因為佢根本做唔夠晶片去供應，因為個晶片嘅需求實在太大啦。個 inferencing 嘅晶片啊嘅需求啊
今年比舊年係大咗7-8倍。佢而家嘅晶片供應係比台積電嘅產能咧就抑制咗，根本做唔夠。好啦，我哋睇下輝達嘅股價嚇，輝達嘅股價呢個琴日嘅股價，佢咧就一路跌落嚟啊！輝達52週最高曾經見過184蚊，184蚊。52週最低86.64，我係100蚊嗰陣時，叫大家買啊100蚊。咁而家咧都係170蚊，琴日上翻嚟170蚊。結果嗱，我講俾大家聽，佢咧嚟緊呢個 projection 咧已經冇計大陸嘅生意。佢舊年嘅 PE 咧係48，今年係幾多咧？佢應該係賺5蚊一股，5蚊一股。呢個咁嘅價咧係34倍 PE 啊，34倍 PE， 而佢嘅增長咧大概係50% 一年。嚟緊嗰5年都係會增長50%。我係未見過一隻股票咁抵嘅咯，呢個係咁 undervalue。好啦，我哋長期睇下輝達嘅股價嚇，呢個就係過去嗰一年嘅走勢。佢呢個時候咧就上到120蚊、130蚊，咁結果咧就一路打落嚟，就因為唔可以供應大陸同埋關稅嘅問題 ，uncertainty 跌到100蚊，然後咧就一路上翻，上到180蚊，而家翻嚟170蚊，呢個就係你要明白到輝達嘅需求咧係非常龐大。你淨係唔使睇第二樣嘢，你淨係睇頭嗰幾間科技公司用幾多錢去買晶片咧，你就知道呢個就係佢哋今年咧嗰個投入 capital expenditure 嘅錢咧係5間大公司啫，講 OpenAI 呢一個Microsoft， 呢一個係 Anthropic， 呢一個 Microsoft， 呢個 Meta， 亞馬遜呢幾間。呢個 Meta、亞馬遜、Microsoft 加埋4000幾億去做 capital expenditure， 其中1000幾億美金咧係要嚟買晶片嘅，1000幾億美金。其他仲有全世界咁多人買晶片咧，今年咧 NVIDIA 嘅生意咧大概係貼近2000億，佢賺幾多錢咧？賺1400-15億。1000幾億，4萬億，41000億嘅市值咧係好平。特供晶片，如果需求崩塌，輝達咧就會平價賣咗佢出去啦。價錢下收佔嘅比例好少，幾萬片，影響佢個毛利率，亦都削弱咗未來對新型號定價嘅議價能力同品牌溢價。冇件咁嘅事，冇件咁嘅事。大陸嘅晶片賣唔到出去國內，輝達嘅晶片賣唔到入去國內，大家喺兩個世界入邊運作。呢個係有觀點認為呢個北京此舉係釋放信號，中國有能力喺中美科技戰中脫離依賴，轉向國產自主算力體系。其實咁嘅嗱，我再講睇多一條。我再駁斥呢篇嘢嘅論述啊！《金融時報》呢一個係中國覺得，如果靠美國晶片，必要時美國會叉住佢條頸，所以如果佢可以唔靠美國嘅，就唔靠美國啦嘛，就咁簡單啊嘛。《金融時報》引述知情人士話 ，CAC 召見咗華為、寒武紀、阿里巴巴、百度，提交性能報告。究竟唔買輝達晶片得唔得？呢個問題，你哋頂唔頂得住？監管單位比對 H20同6000D 呢啲特供型號之後，結論係中國 AI 處理器嘅性能已經到達或者超越咗出口管制允許嘅輝達晶片，係拍住咗輝達晶片，甚至好過輝達晶片。因此唔需要買輝達晶片，
一個業界高層話：信息非常明確，過去依然希望地緣政治改善，恢復翻供應。而家唔準買輝達晶片，於是國內嗰啲人冚唪要買國內嘅晶片。國內嘅晶片有生意做，佢就可以改進；有生意做就好多 commercial feedback， 佢哋可以改進佢哋晶片，走上一條自己嘅路上邊，以後唔使靠美國晶片。嗱，呢個就係個思維，呢個判斷直接促成禁購嘅決定。北京認為國產晶片嘅性能足以支撐 AI 需求，就唔使依賴輝達嘅特供晶片。呢一個係兩個問題嘅，第一就係自己賺翻啲錢嚇，第二就因為靠美國咧，美國隨時會斷嘅，決定自己做晶片，自己做呢啲 AI 晶片。如果嗰啲大型模型係可以 run 自己嘅晶片嘅話，嗱，呢個就係個邏輯就喺呢度。咁呢個生意有幾大呢？舊年160億啊！咁你如果轉翻落去呢一個大陸晶片咧，大陸晶片大概係賣60%到啦嘅價錢啦，係100億美金嘅錢。咁喂，華為啊嗰啲賣咗呢100億美金咧，就有錢再發展佢嘅晶片同埋改良佢嘅晶片喎。嗱，個原理就係咁。好多間中國媒體指出，仲有北京擔憂輝達晶片咧，有遠端控制風險，隨時可以熄你機，或者就係偷到你啲信息，指控其市場行為不公。而家咧進行反壟斷調查。北京係因為自認國產足以支撐，所以頒布禁令，唔係出於貿易保護，係出於貿易保護。呢個叫做國產取代政策同埋國家安全嘅考慮。係基於技術同供應信心，認為中國唔再需要低階嘅輝達晶片。如果你一係將你賣啲好嘢俾我哋，你唔賣，嗱，我一陣最後我會評論呢樣嘢嚇。央視曝光阿里巴巴平頭哥 PPU， 佢係搭載96GB HBM2E 記憶體，係高過輝達 A800 嘅80GB。同 H20持平個記憶體，但係其實係差啲嘅。PPU 支援呢個界面方面咧係優於 A800 嘅呢個4.0，佢呢個係5.0，同 H20相仿，功耗咧400W，低過 H20嘅550W。嗱，佢認為咧喺參數度係做得到。報道指出 ，PPU 綜合性能已經足以支撐輕量級嘅 AI 模型訓練。即係點講呢？你嗰個模型訓練個參數去到呢個1、2百億1、2百億都係可以做得到嘅。呢個就係意味着中國企業喺設計上初步具備替代輝達嘅能力。呢個係指輝達閹割咗嘅晶片。除咗阿里之外，華為昇騰910系列就持續強攻大型訓練方案。佢近來咧整咗部機出嚟，嗱，呢個華為整咗部機出嚟。呢個係384粒晶片組成嘅超節點集群方案。點樣將384粒晶片砌出嚟？昇騰384超級晶片宣稱佢嘅 BF16 算力係達到300 Pflop， 大概係 GB200 NVL72 嘅 1.7 倍，係國產算力標誌上突破。大概上佢係要384粒晶片，呢個就贏華為啦。嗱，我哋比較下。華為呢個 GB200 係上一代嘅嘢嚟嘅，呢就係GB200 嗰陣時咧，佢個晶片係72粒，佢而家咧堆384粒，佢整咗部機出嚟，呢部機384粒，佢就贏 GB200 啦。佢嘅算力
180、300係1.7倍，機嘅數目係5倍，呢個晶片數目要5倍幾，儲存能力3.6倍，內容帶寬2.1倍，呢一個帶寬單向2.1倍，帶寬單向呢一個 scale out 入同埋出，功耗4.1倍，每 VF16算力嘅功耗，佢係大好多，佢係大好多，即係佢嘅功耗係差好多。佢即係話，如果你買一個 GB200嘅 NV1.72 機，佢含有72粒晶片，72粒晶片咧就分開好多節嘅，其實係3粒3粒咁樣，就佢用384粒晶片咧，佢就會個算力咧係你嘅1.7倍，即係咧5個打1個嘅情況之下咧多1倍。寒武紀 MLU 系列嘅晶片已經供應百度、阿里啲雲端廠商。其實寒武紀舊年啲生意主要係供應一間人嘅啫，就係字節跳動。因為字節跳動嘅要求好簡單，就係計 recommendation， 用 AI 嚟到計 recommendation， 推薦乜嘢片，用於訓練模型同推理任務。規模咧由試點轉為量產啦。寒武紀百度昆侖嘅 P88就用咗新版文心大模型，係夾埋輝達卡使用嘅，已經展示降低依賴嘅技術同生態潛力。百度昆侖係用緊輝達晶片。好啦，我哋睇睇幾樣嘢嘅比較嚇，呢個係實際嘅比較，因為你而家供應到 H200，佢係 Hopper 系列嘅。Hopper 系列嘅 HB 系列，所以就 H。首先呢一個阿里巴巴嘅平頭哥係國產資料中心加速卡 PPU， 華為升騰啦，呢個升騰家族啦，寒武紀思源370架構，記憶體嗱，我講俾大家聽，佢哋呢兩個係唔入流嘅個記憶體。呢一個咧係用 HBM3，佢係 HBM2E， 係早一代嘅 HBM， 但係個問題唔係咁啊，係啲 HBM 咧唔準賣啊，而家係，而中國自己製造唔到 HBM 出嚟，佢嘅 HBM 係要用海力士同三星買嘅，呢個係記憶體嘅頻寬啊，佢就係 4.0 TB。嗱，呢個係 GB 嚟嘅啫，即係 0.7 嘅啫。3.2 華為呢個咧就有佢嘅80，傳聞呢個係呢個咧係 0.3 寒武紀，佢嘅記憶體頻寬係人哋嘅 10%， 界面呢個 NVLink 呢個係受限嘅，呢個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個傳播速度亦都爭好遠，功耗呢一個就係。平頭哥話好過佢嚇，呢個就係平頭哥話好過佢。好啦，算力148，佢咧呢個咧就話800 T4， 呢個咧就72，所以寒武紀咧係低好多級嘅。寒武紀係呢個就係好啦，而家呢幾個晶片咧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如果你真係用嚟做大型模型咧，佢哋啲晶片係喺單晶片嘅算力上咧，係可以設計到同輝達咧有得鬥嘅，呢個有得鬥，但係成套嘢夾埋，完全唔係咁嘅一回事。呢一個唔係咁樣可以做到出嚟。呢一個輝達嘅晶片咧，係每一步佢哋都係互相經過高度嘅整合。成套系統嘅呢個係絲滑嘅合作，即係由嗰粒晶片就係去到呢一個係去到呢個 Neuralink 嗰個速度，去到 HBM 而家去到3E 去到4，然後 Neuralink 嘅傳播速度 DYX 系統。
成套嘢當你去 run 嗰陣時咧，你要發現咧，唔係你啲參數話得就得，而實際上到 run 嗰陣時咧就唔得，就係咁簡單，就係唔得。尤其是嗰啲軟件係綁死晒喺 CUDA 上面，根本佢哋咧唔可以 run 大型模型，做 inferencing 咧就得，做大型模型咧 DeepSeek 話過咧係 run 唔起個大型模型。好啦，結果咧咁樣講，中芯嘅價錢飆咗上去啊，69蚊，今年升咗今年升咗330幾個 percent， 發達咯，買咗330幾個 percent，3倍。中芯呢輪又再繼續升。第二隻寒武紀呢隻妖股啊，佢係由呢一個係205蚊升到最高1590幾蚊，跌翻落嚟，一日跌咗咁多，而家又升翻上去。呢個就寒武紀，係全世界最貴嘅股票啊！大股票入邊啊，因為佢有6000億市值，呢個係大股票，唔係嗰啲垃圾股。P/E ratio 526倍，其實佢個晶片咧係渣過華為好多。阿里巴巴哇，一話出晶片飆咗上嚟，阿里巴巴166蚊，升咗96%， 167蚊係近年嘅高點嚇。阿里巴巴香港股嘅價錢都係創咗高點，呢個就係百度嘅股價仲犀利，直上132蚊。唔准買呢個輝達嘅晶片，純粹用晒國產晶片。呢班嘅晶片供應商係當然係攞到個市場啦。嗱，但我講俾你聽，呢個咧係冇用嘅。NVIDIA 嘅 revenue 啊，呢個咧美國你睇佢咁樣增長，呢個咧新加坡喎，新加坡就係轉口去東南亞同埋轉口去中東地方嘅。台灣呢一個就係中國，呢個就係中國。好啦，由呢一個 NVIDIA 嗰個晶片啊，你睇見嗰個呢個係講個增幅嘅問題。呢個佔佢嘅比例係13%，佔佢13%。我都話對 NVIDIA 嘅影響係對佢增幅有啲影響，唔係對佢而家嘅 projection 有任何影響。呢一個 year of year growth， 呢個美國係 grow 130幾個 percent，200幾個 percent。呢一個新加坡 grow 198%，200幾個 percent。台灣高91個 percent，53個 percent。中國78個 percent，66個 percent 都唔錯。呢個中國呢 part 咧就 write off 咗。輝達我再講講輝達嘅股價。輝達嘅股價如果增加50%嚟講咧，係得34倍 P/E。嗱，我可以再講大陸呢種做法係點咧？佢唔買輝達咧，佢其實咧就要自己做一套系統出嚟。自己做一套系統出嚟咧，佢要解決晒成套系統互相連接嘅嘢。呢個咧就包括咗嗰個晶片，個晶片入邊咧就要有呢一個係 CPU， 然後有 GPU。呢個嘅算力究竟係點？佢個電晶體算力究竟係點？然後就係要解決個記憶體嘅問題。而家咧美國唔准海力士同埋三星賣呢個 HBM 俾呢一個大陸嘅晶片。咁咧你咧就自己去做啊，唔係你可以買啲低級啲嘅DRAM 晶片，但係咧你當個記憶體唔夠嗰陣時咧，因為咧你係要由總記憶體度攞出嚟換存喺呢度，然後計算嘅呢一種架構係馮諾爾曼架構就係咁嘅。當呢一個換存唔夠嗰陣時咧，就影響咗你嘅算力，唔係你話佢有幾多算力，而實際嘅算力。
而佢哋任何一種傳訊技術咧，都比唔上呢個 Neuralink， 呢個係更加冇 DYX 系統，然後咧更加冇咗 CUDA 嘅軟件系統。於是咧你就意圖解決呢啲問題啊，好似喺棵樹度，你而家切，如果你繼續用 NVIDIA 咧，你就係攀附住 NVIDIA， 好似條藤咁樣纏住 NVIDIA， 大家同步增長。你切開咗 NVIDIA 咧，你就即係棵樹開咗第二支樹枝，開咗第二支樹枝，開咗第二支樹枝咧，你嗰套嘢咧，慢慢咧就同 NVIDIA 咧完全唔 compatible， 你就靠自己，你做咗第二套嘢出嚟，而你呢套嘢咧係注定失敗嘅，因為你佔個市場份額太過細，你已經落後咗好多。你而家用緊嘅晶片咧就係7納米晶片，輝達用緊嘅咧已經係3納米，就嚟係2納米嘅晶片。你冇得進步，用7納米嘅晶片去做，然後自己做一套系統出嚟，嗰套系統越嚟越脫離越遠，人哋係供應全世界。輝達嘅晶片數係幾多呢？輝達咧今年咧2026年咧將近2000億美金。將近2000億，你係100億美金，你得5%，你嗰個 customer feedback 個試錯，你嘅 R&D 嘅力量又冇咗台積電嘅生產力量，要靠中芯，要靠華虹，你嗰套嘢咧越走越歪，同人哋嗰套咧個距離咧係越嚟越遠，呢個咧係自尋死路嘅，呢個就係啊。好啦，嗱，我推薦呢隻 Hancock Life 嘅手臂式血壓計嚇，有咩好處咧？單件操作好好用嘅，我拍一次俾大家睇下。如果你屋企有2個人咧，佢要記住 A 同 B 咁樣樣啊，個記錄你99次你嘅血壓走勢係點？係我真人發聲嘅，世界衛生組織分類話俾你聽個血壓高唔高，用 USB 供電或者4粒電池，居家外出都得嘅，而家賣150蚊。仲有呢一隻獵戶掃好好賣嘅，哇，特價到你唔信啊，126蚊，守護你嘅髮線同埋前列腺啊，前列腺所有男人都有問題嘅，好嘛？多謝大家。好啦，嗱，個電子消費券今次5000蚊電子改咗送嘅嘢嚇。由9月19號到10月7號，網上及門市都有新嘅指定禮品一套，總值598蚊。有韓國 Urian 純素旅行護理套裝一盒，入邊咧有面霜、晚霜，又有呢個茵陳蒿精華萃取液，一套咧去2個禮拜旅行咧都夠用，價值120蚊。仲有從來未人送過嘅亞精胺，呢個產品嘅好處咧係會幫你食咗啲壞嘅細胞喎，令你保持細胞活力，原價288蚊。最後仲送多一盒甜睡樂俾你，可以幫助你解決失眠嘅問題，瞓得好人都開心啲啦，價值190蚊。充值後仲有咁優質嘅產品送，千祈唔好錯過。